回老祖宗，打听得真了，是那张华父子妄告不实，拒罪逃走，如今已是不知去向。官府一知此情，也不追究，大事完毕了。那倒好了，省得我们费心。你们进来吧。阿弥陀佛，总算呀是随了我的心愿了。好个贤惠的孩子。凤姐心中一想，若必定找张华带回二姐去，未免贾琏回来再花几个钱包占住，不怕张华不依。还是二姐不去，自己相伴着还妥当，且再做道理。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，他倘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，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，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？原先不该如此将刀把付于外人去的，因此悔之不迭。父又想了一条主意出来，敲命望儿遣人寻找了他，或说他做贼，和他打官司将他致死，或暗中使人算计，误将张华致死，方剪草除根，保住自己的名誉。奶奶，喝茶吗？把来往叫来，我有事儿吩咐。望儿领命出来，回家细想，人已走了完事，何必如此大作？人命关天，非同儿戏。因此在外躲了几日，回来告诉凤姐，只说张华是有了几两银子在身上，逃去第3日，在京口地界五更天，已被劫路人打闷棍打死了。哪里就这般凑巧了？我也是，好容易才打听到的，才知道他老子被吓死在店房里，衙门里的仵作正在验尸掩埋呢。你要是敢扯谎，我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。奶奶，有一句不实，打死也不愿的。凤姐自此方丢过不究，和尤二姐和美非常，更比亲子亲妹还胜10倍。那贾琏一日势必回来，先到了新房中。到了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哎，人去哪里去了？哦，二爷不知啊，你去后几日，二奶奶亲自带人过来接了这院的奶奶去，说是在府里给安置了房子，请她过去住呢。不好，坏了，星儿，快走！哎，来了。贾琏少不得来见贾赦与邢夫人，将所完之事回明。贾赦十分欢喜，说他重用，赏了他100两银子。二姐，又将房中一个17岁的丫鬟，名唤秋桐者，赏她为妾。可见了老爷了没有？见过了，老爷一高兴，把秋桐赏给我了。现在人就在外面。凤姐心中一次未除，又凭空添了一次。我这就带秋桐姑娘去见过老太太和太太。
走，二爷，走啊，走。秋桐自为系假设之次，无人见他的，连凤姐、平儿皆不放在眼里，岂肯容他尤二姐？嘿，你这个先奸后娶、没汉子要的娼妇，你敢来要我的强？告诉你，姑奶奶可不是吃素的，你要是把姑奶奶给惹急了，我就让你尝尝姑奶奶的厉害。凤姐听了暗乐，尤二姐听了暗愧、暗怒、暗气。姐姐可曾听到？妹妹不必说了，她在大老爷家也是被宠惯了的，我也不敢怎样。有几句话，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咱们亲姐妹一般，又怕什么？姐姐但说无妨。妹妹的声名很不好听，连老太太、太太都知道了，说妹妹在家做女孩时就不干净，又和姐夫有些熟味。昨儿听人说，没人要的你捡了来，还不修了再行好的。我听了这话，气得倒痒。查是谁说的？丫鬟小厮们说，知道的人缘多，又查不出来。这叫混账行子！这日久天长的，这些奴才跟前儿怎么说嘴？可怜的是我，花了那么多心思，反弄了一个鱼头来拆。反弄。奶奶的饭摆在什么地方？端进房里来吃吧。这几天身体不便，就不陪妹妹了。人家主子是有脸有面的，做奴才的也理直气壮。咱们主子是个没羞没臊的，草绳提不起个豆腐来。做奴才的难免不看人脸色，受人欺负，心里再没个斤两。人家明明都嫌乎了你，还巴巴的凑过去，白白的招人奚落。凤姐既装病，便不和尤二姐吃饭了。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饭到她房中去吃，那茶饭都系不堪之物。平儿看不过，自拿了钱出来弄菜与她吃，或是有时只说和她园中去玩，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与她吃，也无人敢回凤姐。只有秋桐一时撞见了，便去说舌告诉凤姐。奶奶的名声啊，是让平儿给弄坏了的。你说这样的好菜好饭浪着不吃，偏往园子里去偷食。平儿，平日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不是不知道。人家养的猫拿耗子，我的猫倒咬鸡。平儿不敢多说，自此也要远着了。又暗恨秋桐，难以出口。贾琏来家时，见了凤姐贤良，也便不留心。素习以来，因假设姬妾丫鬟最多，贾琏每怀不轨之心，只未敢下手。如这秋桐辈等人，皆是恨老爷年迈昏聩，贪多嚼不烂。这秋桐便和贾琏有旧，从未来过一次，
天缘凑巧，竟赏了他，真是一对烈火干柴，如胶头漆。燕儿新婚，连日里哪里拆得开？那贾琏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渐渐淡了，只有秋桐一人是命。凤姐虽恨秋桐，且喜借他先可发脱二姐，自己且抽头，用借剑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。等秋桐杀了尤二姐，自己再杀秋桐。主意已定，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。妹妹，妹妹，你还有什么不顺心的？我就是恨那个娼妇，偏什么都生在我头里。哎呦，妹妹可千万低声，你是年轻不知事的，她如今可是二房奶奶，你爷心坎上的人，连我都要让她3分。妹妹若是硬碰她，岂不是自寻死吗？哼，奶奶是软弱的人，那等贤惠，我却做不来。奶奶宽宏大量，我眼睛里可不揉沙子。跟那淫妇做一回，让她知道姑奶奶的厉害。哎，妹妹，专会作死，好好的成天家嚎丧，背地里咒我跟二奶奶早死了，他好跟二爷一心一计的活。哼，呸！那尤二姐原是个花为长度、雪作肌肤的人，如何经得这般魔折？不过受了1个月的暗器，便奄奄得了病，四肢懒动，茶饭不进。姐姐，见此黄瘦下去，夜来合上眼，只见他小妹子手捧鸳鸯宝剑前来。妹妹，姐姐，好妹妹，姐姐，你为人一生心痴意软，终吃了这亏。休信那杜甫花言巧语，外作贤良，内藏奸狡。他发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罢。若妹子在世，断不肯令你进来；即进来时，亦不容他这样。如今你我阴阳两隔，说这些又如何呢？此一心里说应然，你我生前因奔不在，世人家丧伦百姓，故有此意。这是你我之命，我也认，我却不认。你我固有一死，却不能如那杜甫所愿。你我将此剑斩了那杜甫，一同归至警幻案下，听其发落。不然，你则白白的丧命，且无人怜惜。妹妹，我一生品行忌讳。今日之报，既系当然，又何必生杀戮之冤？随我去忍耐，若天见怜，使我好了，岂不两全？姐姐，你终是个痴人。自古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天道好还。你虽悔过自新，然已将人父子兄弟置于忧惧之乱，天怎容你安生？既不得安生，亦是理之当然，奴亦无怨。可怜我姐妹2个，都挣不出去。妹子，妹子。
你也来了。二姐，是我。你怎这样？其实病了。你只放心，我定请名医来医治，保管让你好的。病却无妨，只是我来了半年，腹中也有了身孕，但不能预知男女。我怎没听闻？二奶奶知道吗？我谁也没说。唐天见脸生了下来还可，若不然，我这命就不保。何况于他，二爷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我指望生下一子，报你的恩德。都怪我不好，竟被那婆娘欺瞒得如此，上上下下，她竟不露一丝坏行来。我只以为她转性了，都是我见得不明啊，害你受这样的苦。二爷，别。王太医可请来了没有？你去看看二姐，打听清楚到底几个月了。可是南胎，再送些安胎养生药去。姐名贵的那，切莫小气了。谁知王太医一谋干了军前效力，回来好讨阴风的。小厮们走去，便请了个姓胡的太医，名叫君荣，进来诊脉看了。太医，诊断如何？回二爷，是经水不调，全要大补啊。已是3月更信不行，又常作呕酸，恐是胎气吧。只好请出姨奶奶的手来，再看看。究竟如何？是否有孕？若论胎气，肝脉自应宏大，然木盛则生火，经水不调，亦皆因由肝木所致。医生要大胆，须得请奶奶将煎面露露，医生观观气色，方敢下药。快把帐子掀起一缝，让太医瞧瞧姨奶奶的气色。胡君荣一见，魂魄如飞上9天，通身麻木，一无所知。怎么样？究竟如何？咱们出去说。贾琏陪他出来，问是如何。胡太医道：不是胎气，只是淤血凝结，如今只以下淤血通经脉要紧。于是写了一方，作辞而去。太医真是这么说的？真是这么说的，说姨奶奶并不是有孕，只是淤血凝结，已经开了方，二爷叫人给抓了药。她若生个男丁，我就收过来养，长大了算我这方的，也算的是十全十美了。那尤二姐服下胡太医的药，只半夜便腹痛不止，惊动众人。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型的男胎打了下来，于是血腥不止，二姐就昏迷过去。贾琏闻之，大骂胡君荣，一面再遣人去请医调治，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荣。胡君荣听了，早已卷包逃走。
又遇上这样没本事的大夫，好命苦的二姐，好命苦的我呀！知道二姐有孕，喜成那样，谁知道竟然会如此。我或有病，只求有儿是妹子身体大孕，再得怀胎生一男子，我愿去长斋念佛，菩萨就许了我吧。菩萨，菩萨就许了我吧。快别如此，有你这份心，二姐该好了。二爷折腾了一夜，怎么眼睛都佝偻了？老太太要问起来可就不好了。快回去歇着吧，有我照管二奶奶，你只放心。去吧。还不快给二奶奶送去！耽误了二奶奶的身子，你们哪个是担得的？你也不是个有福的，也和我一样，我因多病了，你却无病也不见怀胎。如今二奶奶这样，都因咱们无福。我是犯了什么，冲得她这样？来旺，快去找个算命先生打一卦，看看咱们家到底谁冲了二奶奶。你听听，你听听啊！谁冲了二奶奶？这冲谁呢？与你何干？怎么与我何干啊？你求医问药，打人骂狗的，你对那个娼妇尽心竭力的，睡什么睡？你给我起来！啊！消停你这么长时间不上我这来，现在想起来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怎么信了一缸？我还怕你当了我的面呢。姐姐醒了，你听我的话，好生养病，不要理那畜生。姐姐，我从到了这里，多亏姐姐照应，为我，姐姐不知道受了多少险气。我若能逃出命来，我必报姐姐的恩德。只怕是逃不出命来。也只好等来生吧。想来都是我坑了你，我原是一片痴心，从没有瞒他的话，只听见你在外头，却又不告诉他了。谁知生出这些个事儿来。这话错了，若姐姐便不告诉他，他岂有打听不出来的？姐姐只不过是说在先罢了。况且我也是要一心进来，方成个体统，与姐姐何干？姐姐，你先好生歇歇。夜已深了，我先回了。明儿还来看你。姐姐放心去吧。看来我病已成事，日无所养，饭有所伤，料定必不能好。况胎已打下，无可宣泄，何必受这些灵气？不如一死，倒还干净。常听人说，生金子可以坠死，岂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？
生津夺众，恨命含泪便吞入口中，几次狠命直搏，方咽了下去。第二天早晨被发现，尤二姐穿戴齐整，死在炕上。众人想，尤二姐实在温和怜下，比凤姐远强。如今死去，谁不伤心落泪？只不敢与凤姐看见。贾琏回了王夫人，讨了梨香院停放5日，挪到铁槛寺去。你还不赶快给我些银两，好让我吃饭棺椁葬礼？哪还有银子？家里吃的艰难，你还不知道啊？我还把2个金项圈当了300银子，你还做梦呢？啊！我这里还有20-30两，你要就拿去。贾琏没话可说，只得开了尤氏香柜去拿自己的梯级。急开了香柜，一滴无存，只有些拆簪烂花，并几件半新不旧的绸绢衣裳，都是尤二姐素习所穿的。二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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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200两1包的碎银子，是我偷拿的。你只别作声才好。你要哭，外头多少哭不得，又跑这里来点银。
这是大家常穿的，你替我好生收着吧，做个念想。话说贾莲自在梨香院伴宿7日夜，天天僧道不断做佛事，贾母唤了他去，吩咐不许送往家庙中。贾琏无法，就在游三姐之上点了一个穴，破土埋葬。那日送殡，只不过族中人与王姓夫妇有使婆媳而已。凤姐一应不管，只凭她自去办理。不觉已仲春天气，宝玉因冷顿了柳湘莲，见稳了尤小妹，惊视了尤二姐，气病了刘五儿，连连结结，闲愁胡恨，一重不了一重天，弄得情色若痴，语言常乱，似染正中之机。慌得袭人等又不敢回贾母，只百般逗他玩笑。二爷，你醒了，快解救去吧！那边晴雯和麝月2个人按着温都里那隔着呢。快起来，让我再试一回！快起来，让我再试一回！温都里那隔着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让我再试试！小二爷，快想好诗。哪里的好诗？姑娘们都在沁芳亭上，你去了便知。你快去回姑娘们，我这就去。是。东风人，来，你看，写的诗。你看今年桃花开得也好，看哎，二哥哥来了，宝二爷，宝二爷。冬去春来，又大4一年。哎，咱们诗社呀散了1年，也没人来作兴。如今恰逢初春时节，万物更新，自当鼓舞另立起来才好呀。一起起社时正是秋天，就不应发达。如今却好，万物逢春，接主生盛。况这首桃花诗又好，不然我们就把海棠社改成桃花社如何？哎，这主意好。好啊。咱们此时就访稻香老农去，大家议定好起的。好，走。三姐姐，你看，桃花帘外东风软，桃花帘内晨妆懒。帘外桃花帘内人，人与桃花隔不远。泪眼观花泪一干，泪干春见花憔悴。憔悴花遮憔悴人，花飞人倦一黄昏。宝哥哥，你猜这是谁做的？自然是潇湘妃子了。信是我做的呢？我不信，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红污之体，所以不信。所以你不通啊？难道杜工部首首只做从菊两开他日泪之句不成？一般的也有红绽雨肥眉，水性千峰翠带长之媚语啊。固然如此说，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道语句。妹妹虽有此才，是断不肯做的，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，作此哀音。时值暮春之际，史湘云无聊，因见柳花飘舞，便偶成一小令，便在潇湘馆以柳絮为题起设填词。忽有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。这是谁的风筝啊？我认得这风筝，这是大老爷的院里娇红姑娘放的，快拿下来给她送过去吧。宝玉小心点，快把它调出去吧。咱们也拿出自己的风筝，也去消消晦气，如何？这个主意好，好。那我们也去放风筝。好主意，走啊！哎，宝姐姐，你看，哎，那个好看。是啊。这里小丫头们听见放风筝，也有搬高凳去的，也有捆剪子骨的，也有拔叶子的。探春是一个软翅子大凤凰，
宝琴是一个大红蝙蝠，宝钗是一连7个大雁，都放起来了。宝玉忙着拿出个美人风筝来。这一去，把病根儿可都带去了。又飞来了一只凤凰。快看呐，2只凤凰找到一块了。这也不知是谁家的。倒有趣，可不知那喜子是谁家的，忒素狭了些吧？可惜，不知落在哪儿去了。若落在有人烟处，被小孩子得了还好；若落在荒郊野外无人烟处，我都替他寂寞。把我的也放去，叫他2个做个伴儿吧。因今岁8月初3日，乃甲母8旬之庆，于7月28日起至8月初5止，荣宁2处齐开筵宴，款待世交公侯应席，并几位王太妃、公侯诰命。太君呐，您这把年纪了，身子还这么健朗，看着今日子孙齐聚，实在是人间少有的福气呀。最难的，他家的女孩们与别人不一样，听说个个都是能诗会画的，可都是才女。我虽然没见过几位小姐，可是在宫里却见过贾妃娘娘，却想象得出来，他们那都是小孩子玩耍，让2位王妃笑话了。太妃不知道，他家还有位佩玉的公子，出落得和女孩般秀气。早就听说了。太君啊，何不请来见见呢？今日几处庙里念保安延寿经，他跪经去了。那小姐们呢？她们姊妹们病的病，弱的弱，见人腼腆，所以叫他们给我看屋子去了。有的是小戏子，传了一半。在那边厅上，几个姑娘陪着她姨娘家的姊妹们也在看戏呢。既这样，叫人请来。去把你林妹妹、史妹妹，还有薛姨妈家的2位姑娘请来。再只叫你3妹妹陪着来吧。是。情缘中儿女，何必老太妃，姑娘们都在这儿了，快给2位王妃请安呢。给2位王妃请安。这是我的外孙女儿，这是她薛姨娘家的2个姑娘，这是我的内侄孙女儿。你在这儿啊？听见我来了也不出来，还只等请去？我明儿个呀就跟你叔叔算账。
这是我家的三丫头。顾盼神飞，文采精华。老太君，你府上是怎么调教的？都这么好，你让我夸哪一个好啊？把礼物拿上来。你们姊妹别笑话，留着赏丫头们吧。贾母做寿大开筵宴的这几天，尤氏晚间也不回那府里去。尤氏的丫鬟银蝶和大观园二门上的张婆子顶撞了，这话传来传去，传到了周瑞家的耳朵里。好意思是今